你所不知道的西洋棋：一、王被将军的时候一定要避开，一定要逃开；二、右手走棋，右手暗中；左手走棋，左手暗中；三、兵冲到底线可以变皇后、车、象或是马。你想了解西洋棋吗？欢迎来到113年慈徽杯全国西洋棋锦标赛，到时候大家线上见哦。Checkmate。各位观众，你们有没有发现白方哪里下错呢？这个兵不可以冲起来，冲起来这个斜线打开了，所以会引起这个杀棋。所以下次记得这个不可以这样走 ，OK？ 好。Oh no！ 怎么走这一步呢 ？Checkmate。这个马将军兵不能吃，因为串住，所以这盘棋就 over 了，杀棋了。那你知道了吗？下次你要记得哦。不错，你就是用这个车来赢这盘棋。你很可惜，你这盘棋可以平手的，只要你的王保持在这个2个格子，不要给他的车过来将你，就是平手。你想了解更多西洋棋吗？欢迎来到113年慈徽杯全国西洋棋锦标赛。我们5月19有线上直播，到时候大家线上见哦。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啊！今天带各位来到的矽谷国际会议中心来欣赏今年113年慈徽杯西洋棋的锦标赛。那今年啊，哇，报名的这个人数其实还蛮多的哈，总共是有8个组别啦。那总报名人数，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哦，这就其实就画面满满的都塞满了人啊，总共是有超过200位选手一起来报名今年的这个比赛哈。其实跟往年比较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多了。那我是今天主播林世廷，在我身旁我们邀请到是邱微博啊，这个岳微博岳教练，教练你好。你好，我是中华民国西洋棋协会的总教练。那今天很开心的可以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个讲解棋给大家。那你们猜猜看，今年的慈徽杯已经是第几届了？有人知道吗？世廷，你知道吗？我刚刚有跟这个教练稍微一下啦，我知道第一届是2004年啊。对，当时那一届听说岳教练你也有参赛。对，那个时候还有在比赛。对。
所以今年这样子算下来，应该是第21个年头，第21届了。对，哇，这样子算是词汇杯，算是我们国内最永久、最长久的比赛，对，一直都保持下来。对，包括疫情的时候，我们都有举行，都有举办，只是时间上有点改变一下而已。好，所以我们待会预计应该是在过不久就会来进行这第一场比赛了。今天要给各位观众朋友看到的比赛都是公开组。好，那今年公开组的这个选手总报名人数有21位啊。那其实每一位选手都是实力非常坚强，甚至有我们讲所谓的国际积分啊，都是1000分以上的高手啊，都是有啊。很多国手。那今年的这个赛事也要请这个教练岳教练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说在西洋棋比赛当中选手是单败淘汰呢，还是说是进行这个所谓的循环赛制？好，那我介绍一下今天西洋棋的比赛制度。那我们今天这个词汇杯的这个比赛制度呢，是我们分刚刚事情也有讲，分八大组，从幼儿园、国小低、国小中、国小高，然后国中、高中，然后还有公开组，然后还有家长组啊。那比赛的时间呢，从国中组以上包括国中时间是调到25加3，25分钟加3 delay。就是每一步会加3秒的，这样子 delay。那从国小高以下都是15分钟加3秒 delay 这个制度这样子。那我们台湾的比赛一般都没有淘汰的制度，这样子，就是大家都是比同same number of rounds， 就比如说国中组是比7轮，大家都国中组是比5轮，大家全部人都是比5轮，我们不是用淘汰的制度。我们是要用这个累积分数的，赢一场得1分，和一场半分，输的话不得分，然后今天下午比完，就是看谁的成绩最高，获得冠军第1名这样子，对。好，所以在赛制上，刚刚岳教练讲到这个15分钟跟25分钟是所谓总思考的一个时间嘛？对，是个人的时间，个人时间，个人的时间。反倒是低年级组的小朋友的这个选手，他的思考时间会给他比较少一点，对，可能他们也想的不会这么多嘛。对，没错，可能都是靠反应的，对，想到什么就下什么。其实是这样，记得应该在前年的时候来看到这个当时的菲利茨威杯了哈。那蛮多小朋友都是下快棋了，就是你一步马上下一步就已经先预想好，马上就动手。是因为我们台湾其实有很多制度，我们有闪电棋，有正常的快棋，然后还有慢棋。慢棋的话就是比较接近就是国外的制度了。那慢棋的话，一盘棋是大概可以下4个小时。我们今年大概在年中就会有2个比赛，一个是吴小龙邀请赛，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 CTCA， 那个是公开赛，可以所有的人都可以报名，那个就是真正的慢棋，一天比1盘到2盘，然后要比好多天的。像我们一般台湾的比赛的话，大概1天就可以把全部都比完了，是这样子。那年底的比赛是只限定国内的选手吗？还是说国际的选手也可以来参加？亚洲吴小龙的话是邀请赛，所以是国际的，那也是透过台湾的每一年从2月份开始的国手选拔赛选出来的选手才可以报名。但是另外一个比赛 CTCA 就是一个台湾公开赛，那个大家其实都可以报名，不管你是什么国籍的都可以报名。好，所以这场词汇杯的比赛算是对一些选手来讲是先小试身手了。是的，可能有些选手在为了年底的大赛做准备。对，但是我要先讲一个，就是今年开始大家注意听今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今年的词汇杯开始，每一组的冠军自动保送到明年的复赛。什么是复赛？复赛就是你有国手的资格了，所以你今年要是在词汇杯，今天你只要拿非常好的成绩，第1名你就可以到这个明年的复赛。那复赛的话，你就等于就是国手了，你就可以代表这个台湾出国比赛了。哇，所以词汇杯也可以说是国内的一个选拔国手的大赛了。是的，所以蛮多选手其实如果说你还是学生阶段。好，你是学生选手的话，其实会去选择每年都来参加词汇杯的比赛。是的，
这个比赛常常我们都一般办都会超过200个人左右的。对，但今年开始就是有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消息，就是只要第1名的话，你今天就明年你就保送到复赛。这样子。对啊，我看到在刚刚就是场外，其实有蛮多的家长啊，都是带着说自己的小朋友啊，在放假的时候一起来啊，这个矽谷会议中心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比赛，甚至有些家长他本身也是喜欢下棋，对，跟小朋友在赛前啊，先乐个几手。是，那因为平常都是家长很辛苦的，都是在都在等选手嘛，因为有些比较小的家长可能不放心，要陪他们嘛。那你看我们从前1-2年开始，我们就 create 一个家长组。什么叫家长组？就是专门给家长比赛。好，现在你们看到前面的画面，这个三位六位，这就是家长组。他们是跟公开组坐在一起，坐在旁边，但他们就是家长组。小孩子基本上都是今天也有在比赛，在参加比赛。好，画面上看到这个应该就是主桌啊，对，主赛盘。那我们今天要来转播的是卓昌宏、王佑生是第1场啊，应该就是画面上看到的啊，这2位选手是。那卓昌宏是坐在白方这边，也就是更靠近我们摄影师的这边。那对面啊，执黑旗的是王佑生啊，那王佑生他今天穿的是一个红色的衣服啊。好，所以待会这场比赛就等大会一声令下啊，马上就是计时开始。是。那提醒大家，比赛之前的话，家长都会离开会场。那一离席了以后，总裁判，今天其实总裁判是我了，但是我今天是在主播这边，一起。那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个王佑生选手，他是全台湾今年的选拔赛排名第7名。也是我们台湾的 U16 的冠军，所以今年会跟我们一起去巴西。为什么是巴西呢？我们今天要参加一个世青杯，然后世青杯是 U12到16、18这样子。哦，所以他目前可以算是我们的青年国手了。对，他是国手，然后还比到决赛，已经是全台湾排名第7名了。哦，所以这样子整体的实力应该是蛮强的，非常强的。对。那今天他的对手卓昌宏怎么样？这位选手我可能比较没有听过。对。哦，所以来挑战可以说是魔王等级的。是的，国内魔王等级的国手。哇，这场比赛可能成长会非常的多了。我们会看，应该很刺激的，很刺激的一盘棋。对。那其实今天的转播除了说现场的画面提供之外啊，那另外我们岳教练这边还有我们转播单位其实也提供了一个赛盘的一个讲解。是啊，待会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啊，在右边也会有一些战术的一个讲解啊。对。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啊，会让更多不管是你是原本就是选手，你原本就会下西洋棋，甚至是你原本不会下西洋棋的，也可以深入了解啊这项运动。是。那我个人本身是小时候有下棋，有下过，但是已经很久没有碰了，已经完全算是荒废了10几20年。那主播以后来比赛啊，以后可以来比赛啊。我的棋艺可能不行啦，我的棋艺可能就是可能比个幼儿园组的看有没有机会。那像西洋棋这个这项运动，其实真的你必须要投入很长的时间了就是不断的去练习，不断的有人跟你比赛，你才会技术才会慢慢的进步。没有错。那现在的时候是这个时代的话，现在电脑那么发达，我们现在要是没有人跟人对打的话，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对下。对，这个网络上的训练其实是很棒的一个办法，让大家可以进步西洋棋。而且现在的这个 AI 技术其实已经变得非常的成熟了。目前电脑的棋力应该说是已经来到天花板级别。世界冠军跟这个 AI 比的话，大概差了大概600分左右，所以这个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我们可以这样讲，你要是找人类最强的跟电脑顶尖的电脑最强的比的话，这个真的是没有戏了。其实，对，连和的机会都没有。在之前应该说是最困难的、最复杂的围棋都已经没有办法了，都没办法了，人类已经确定是输给了电脑。是。好，所以当然西洋棋整个不管是棋盘大小，还有一些步行走法等等的，当然没有像围棋这么多样、这么的复杂了所以整体而言虽然说我们人类是败给了电脑，但是其实在场上我们看到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对决还是非常的有看头。是，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讲到，
我下这一步感觉是非常的直观，但是丢到电脑里去跑一下，发现完其实全对电脑它会给你完全不同的路数，根本没有想过的。对，但是不是我要跟大家讲，观众讲，不是100%的情况下，电脑一定会胜过人。因为在有些封闭的局面，在有一些比较需要策略的话，有的时候电脑会有盲点，还是会有的。对，这个要是有机会，今天要是讲到的话，我会稍微提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对，待会我们可能在直播间有蛮多观众是不太了解西洋棋了啊，或者说可能还没有机会说碰到西洋棋。那待会可能简单的透过比赛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跟观众朋友来介绍整个一些这个西洋棋的一些规则对，包括棋盘，还有3个特殊规则啊，等一下我们都会改。还有一些走法像如果说大家有在玩象棋，我们讲是所谓的明棋啦，这种整个中国式的这种传统象棋的话，应该会比较好去做理解啊。对，只要会下中国象棋的，学西洋棋其实是很快的，因为像比如说这个车啊是完全一样的。就城堡还有这个城堡车是完全一样的，马的话就是 L 型。那中国象棋是走到这个棋盘的这个十字架这个地方这样，可是我们这个西洋棋是走在这个格子里面，走跟这个田的跟这个日的这个走法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大概有几种，就是包含车这个城堡，还有骑士的马还有这个主教。以及这个皇后跟国王了哈，这几个算是最主要的在场上竞技的棋子。那前面还有这个一排的这个小兵，对，士兵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在刚开始的这个开局，或者是在最后决胜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特殊规则，对小兵都是扮演的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了是，所以待会我们比赛开始之后，就会来看到就是现场。我想每位选手的走法、下法，还有他的这个个性都不一样，他的风格也会完全的不同。对，而且下法还有一种style 有一种性格，就是气，我要走得很凶这盘棋，我要开始气。那一般我们讲气的话，就是 sacrifice， 就是把它送掉，但是我们是有目的的。好，所以现在这场比赛目前呢。应该是预计原本是9点半应该是原本是9点钟了，但是那现在拖到一些时间，我想因为比赛人数众多今天的比赛人数非常的多，而且可能选手对于这有规则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每一场比赛可能都会有新的人来，对，他有思考的时间的规则有一些特殊的规则所以裁判必须要花一些时间跟选手来去做讲解那甚至还有这个小朋友啦。小朋友可能从幼儿园开始，对幼儿园，对。我们今年报名幼儿的组别的人数有22个对，有22位选手。那低年级组的是有46位选手，中年级组有39位，高年级组有35位。那国中、高中反而是最少的，国中是25位，高中只有10位选手。他们高中基本上可能学习压力比较大都是学业比较重要对，所以一般人真的是最少，脑筋是花在读书上面，已经没有力气再来下棋了。好，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是这个卓昌宏跟王佑生的对决，卓昌宏是在白方，那王佑生执黑子待会这场比赛就要来开始。左边这边是现场的画面，那右边就是我们刚刚跟观众朋友提到的这个战略讲解的这个图示。所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岳教练这边也会提供他这个一些战术啦，或者说后面几盘棋，甚至我们讲选手这一步棋的一些用意了是。你们可以看得到，左边的棋盘有一个计时器那个是 clock， 那个是钟，那就是每一个人限定是25分钟。然后每一步加3秒，就是你按下去那个时钟，就会有加3秒的时间。那如果说这25分钟已经完全用完的话，显示0嘛，那这盘棋就输掉了。好，握手了。所以现在比赛准备要开始了。黑方很中，好，白方挺王兵，国王前面的兵冲2步，控制中心。王兵跟后兵都往前冲咯。然后黑方走 G6，这是用侧翼来发展这个象到时候会放在这个最长的斜线，大家看得到这个最长的斜线。好，白方就占中心，那这边主教出来出象，那另外再出兵，然后白方
出马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就是要出子。什么是子？子的话就是皇后啊、象啊、车还有马。那亲子要先出，亲子的话是象跟马，象跟马先出。好，黑方一步第6。好，为什么要这个第6呢？因为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黑格象其实已经发挥作用了，黑格象已经开了，所以他现在必须要把白格象也打开来。各位有没有看到？白格象也打开来，两个象先把它都开，因为象的话威力就是长的斜线。好，现在我们观众们可能有些不太理解这个棋局的还有一些走法了哈。但兵的话是第一步可以走2步，第一步是可以走2步的，那或者是说1步都可以。那画面上看到这个主教它是走斜线的，有一个黑格象跟这个白格象。那另外黑色的马跟白色这个是骑士骑士是走一个日字形对，兵的话一开始可以走1步跟2步，那动过的兵，你只要动过1步或2步以后，这个兵只能一步一步的前进。你想要的话，就是一开始冲2步，就像这盘棋一样，它一开始前面2个兵都抽2步。好，这边有一些交换，你看哦，这边换第一个哦，才走了几步而已，兵吃兵，对，然后白方这边用马吃，所以白方很快的就把马跳在1-5了。那这边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假如这边你要是用兵吃的话，会发生什么呢？你看后跟后可以对吃，对。那吃完以后，王是不是要吃回去？对。好，那你是不是动过王了？那就不能入保，就不能入保了，不能短银位跟长银位了。对。好，短银位、长银位的话，你们不知道的话，就是一个特殊的功能，我们可以把王躲起来。好，在这个位置，这个是短银位。然后这边是长一位，等一下要是出现的话，我会再特别给大家提示一下。其实已经2位选手已经入保了哦，已经入保了，好像是已经都入保了。对，他马吃短一位，对，这边做短一位。那白方也是一样白方应该是等一下，这边好像是他走象，对不对？不是兵哦。等一下哦，这边是走象，对不对？对，好，走象出马。然后他这边先冲，好，兵吃，马吃，好，那这样的情况的话，象跟马已经要打 F7 点了。F7 点各位要特别注意，这是西洋棋的最弱的一个点。我们几百年以前，他讲说这是肝这是一个人的肝，因为人肝要是坏掉的话是不能换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点是最弱的一点，因为只有被国王保护住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地方就要先安全先，对，先短一位。现在2位选手运用就是这个西洋棋的一个特殊规则，就是王入保对，马 B D7，然后短一位。好，目前这个棋是这样子，对，大家看一下。那现在的话就是还是要出子为主那我们可以看到白方出了2个子，然后白方的王安全了。那黑方是出了3个子，然后黑方的王也安全了。所以这个棋应该我们这样看的话是差不多的。最精彩的话应该是在最后面一点，更后面一点。那目前教练我们看一下王佑生这边会动哪一步？目前骑士这边是可以可以交换，一个交换，马上就交换了。好，就简化马跟马对调，因为毕竟这个马的位置还算不错所以他吃。所以这边，卓昌宏他是用兵去吃去换你的马，对。然后这边就看黑方愿不愿意把后对调，因为大家看得到这个2个后有直接在一条直线上，可以换掉的机会。那这就看他要不要换掉这个后了。但是你不换后的话，有一个问题，你这匹马也被攻击耶，对不对？所以现在看起来是不是白方比较占优？其实也还不一定，因为这匹马只要走开的话，马上就是一个反攻的棋。比如说我把马跳这里，是不是一个反攻的棋？2个子抓这个兵，所以这个是值得考虑的一步。所以到底要不要去换这个王后对，这个就要看王佑生他的想法。个人对，但是这边的话，其实他选择也不多，因为我现在同时要对后，同时要吃马。你说你不要对后，然后又马要跳开，那你只能下这一步了。
但你没有这步其实其他的这步其实看起来是蛮被动的哦，因为这步其实好像是我等于说我的王后已经架住你的马跟后了，我有一个先手的一个优势在，没有错。然后马跳回去，然后这里白方可能最佳的一步就是再冲兵，再冲，然后把整个这个斜线都打开。哦，是不是这样右发生？生哦，他选择上马，好，他选择走马 G4，OK，这样子的用意是什么？他走这步棋，他是想保持一个弹性，他不想把这个马跳回去来反抓这个兵。他跳这边，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得到象跟马同时在抓这个兵。然后关于这个后的话，他不怕被对调，反正你吃我，我吃回来，大家都互换了啊。对。然后现在大家去看哦，现在的子力现在是一样多可是现在这个白方的这个兵有被受威胁哦。而且是同时2个子在抓，有象跟马在抓这个 F4，所以这个 F4假如要被守住的话，可能需要一个这个 F4的兵哦。但是他选择进兵了。好，桌仓后直接往前冲啊！好，兵直接往前冲。好，往前冲。等于说也有一个后啊，有一个这个象是在旁边的啊，去做一个保护。对，这步棋蛮有意思的哦，各位看一下哦。刚刚这个皇后也有在攻击这匹马，你现在这个白方等于是挡住了这个防守，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防守？现在被挡住了。现在要是黑方什么都不做的话，白方就有直接这个威胁了。对，直接就是后吃马多一个子了。所以我们现在看看这个马方要这个马其实如果往前进的话，是有一个3抓的一个可能吗？但是 C1 这里的后其实还等在这边啊 ，C1 这边的象还在这边还没有出，对，所以这一步1-3这一步可能不是明智之举，16对不对？16这一步因为你看各位看一下哦，假如你这边正常吃的话，那我吃，对不对？我吃下去，你这个马被抓了，你要怎么办？而且你现在是掉一个子。你们可以数一下，大家可以数一下，是不是白方有6个子？对，黑方是不是只有5个子？那你这边一定要吃回去，那你要怎么吃回去？比较亏了啊，会掉一个子哦，所以这边变成你就可能一定要吃这里。现在换黑，对，他可能黑要怎么办？现在掉了一个子要怎么办？你只能吃了，对你只能吃，继续吃回去。可是我们西洋棋这边有一个连珠妙手。就是你这个子居然都要被吃了，那我死之前，我先吃掉你一个兵，也有这招。因为我们要是现在吃回去的话，他的兵就吃回来了。大家有没有看到？然后成一个黑方多一个兵，但是黑方是多一个叠兵，这个叫叠兵。只要一条直线，只要2个这样子叠起来的兵，一般来讲都是不好的。那这边是选择用象去吃兵，那用象再去抓。兑换之后，对，这边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吃了，他没有象吃，好去吃，那都是强迫的。对，那再用兵去换掉，只能用兵吃了。好，那这个棋叠兵出来，就是我刚刚讲的变化，对不对？但是这个棋胜负我们还看不出来，这个棋还有很多可以下，因为这个局面不均等，兵型长得不是太一样，而且呢，你们不能忘记，黑方是多一个兵，但是我们讲这个是多一个不健康的兵啊，不健康的兵，因为是叠兵。这个马的位置可能等一下迟早会被抓走，对。但是你们也要注意看，对，这边有个破口，对，这个在攻击 F2，所以现在应该是卓昌红要去思考下一步怎么去保这个 F2的位置，是。不保的话，那就要用反抓的方法。你反抓的方法其实是有点冒险的哦，因为你这边等于是你一个车要去吃人家的兵，那黑方又可以吃你的 F2兵，可是你出子很慢哦。对，而且有一个底线的问题哦，各位，比如说我开这里，你任何兵都不能吃。各位看到观众为什么不能吃？我的这个E7还有C7的币是不能被吃的，不然就是你只能我吃了之后就
这个车就下来了。下来，然后呢，这叫什么？底线有问题，这个棋就结束了，这个应该就死棋了。死棋了，这个王就被杀了。对，所以这个变化要注意。所以看起来这个D1这个城堡是不能随便前冲的。哦，他走象 G5，好，那对方走的没有不好哦，他是想把局面搞更复杂一点，就是说你吃我，那我也吃你。这个白方的象攻击1-7，黑方的车跟马攻击这个 F2。那这边要注意战术，你今天要是用车吃的话哦，这一步要很小心哦。你吃我的兵，我现在用兵来抓你的马，你怎么办？你的马不能随便乱动哦，你乱动的话，就打掉这个车了，对，就掉车了，对。好 ，BG5 来，看一下王佑生怎么去应对。王佑生的时间大概现在少6分钟了，思考比较久一点，但这个没有不好哦，各位，这个没有不好。下棋本来就应该要多思考，多计算哦，多找这个计划哦 ，long term planning 这个很重要。会不会王佑生在思考的是 A1 的A8的这个局选择直接跟 D1 这个局去做对冲？有可能，你车要是开到这边的话，各位要记着这个不能吃哦，这个不能说啊，我吃了1-7兵，然后我抓双不行的，因为你这里刚刚我们有讲过，底线有问题。对，你这个车沉到底线，然后你的王没有地方逃，那你这个就被将死了。好，我们看看王佑生做出什么选择啊？他可以用马盖住，可是你用马盖住的话，G1-7的话，虽然你看哦，好，这个车就不能1-7的，所以马盖住是不错的你看就不能走G1-7了，对不对？但这一步会变成说，让白方卓昌红的 A、B 这两个这两支棋有更多的时间争取更多的时间出来。这边的话其实就要看个人的风格了，是你想稍微稳一下这个局面，还是说要硬吃？就说啊，我吃你 F2，那你也吃我1-7，那你这个就要计算了。个人吃一个，现在是换黑，所以王佑生还在想15分钟。然后我们各位可以看得到他们的表情，常常下棋选手都会各式各样的表情都有，皱眉头啊什么的，抓头发啊，因为在思考啊，往上面看啊，都有的。然后有人计算是不看棋盘的，很多学生都是计算啊，把那个局面已经背起来了，就在往上面看，然后就开始抓了头发，然后在那边想要怎么下，对。这步棋花了王佑生蛮多的时间哦。现在其实还是可以想哦，因为现在是还是算蛮关键的。但是要是下到最后残局局面复杂的话，他就会比较亏一点哦。因为时间其实我都跟学生讲，你的计时器、你的钟是你的第7个棋子，你一样要会用钟。因为有的情况下是，比如说下闪电棋。你今天棋下不赢人家，我们还有一个拍时间的意思哦，还有一个拍时间，就是时间，就是我局面不好，可是对方超时，那按照比赛规则，超时的人就还是输掉。哦，对，所以钟很重要哦。王佑生他选择象，好，走象 ，OK， 这一步变成说也是有去防到后续白象要去抓这个D8的点了。对。防了这个1-7的兵，1-7的兵被盖住不会被吃。然后这边要是象吃象的话，这边我相信他会用兵吃。他把兵型刚刚叠兵突然好起来了，这个兵型就变成刚刚我讲的不健康，现在变成健康的兵了，没有叠兵了。
那威力就比较大了啊。这两个互相对往前冲，可以互相保护。好，所以算是一个稳扎稳打的一个打法，是比较稳，不冒险。不冒险。对，那象 H6是不可以下的啊。你说啊，那我不想白方不想跟他对象，我走象 H6去抓车，那是不行的，因为马在这边，马会吃。好，现在看到卓昌宏的选择，因为现在现在应该就是要看他的G5这个白象要怎么处理？要怎么去处理？第3招就是用反抓啊，就是我也不吃你，我也不退象，这个叫第3招啊。吃像人家威胁我们的子嘛，对不对？我们是白方，好，那我们就要处理。那怎么处理？因为这个象没有根，没有根的意思就是没有被保护，所以我们可以象吃象，不然我们可以把象逃开安全的地方，或是这里也可以用一个反抓的办法。你看，反抓会怎么样呢？你吃我，我吃你，这个棋会变这样。然后白方有叠兵了，白方在 G 线有叠兵了，那黑方有2个叠兵，这2个叠兵是不好的叠兵，因为直接会被攻击，而且很容易被攻击，被直线攻击。白方等一下开机就可以就机会攻击这个2个兵。好，我们看看象 F6。退象 H4是不可以的，退这里是不行的，象就会吃。所以要解决这个象的问题，因为这个象没有根。然后要是白方走象 F4，会有一些战术，会有一些战术出现。你看，你的象放在这个没有根的这个格子，有没有看到？这个叫 indirect attack。因为我的象我的黑格象在 F6嘛，我现在有车攻击你的象，有没有可能突然来一个这一步棋？比如说，我弃掉这个象，等到你吃的时候，我再吃回来，有没有可能这个变化？然后我现在是多2个兵了，现在是多2个兵了。如果说白方选择用D1这一台这个城堡去保，或者说用这个城堡出到D4这个点去反抓是吗？对，但是但不对哈，象在这边这个问题，对，有这个，我就不吃象了，我就吃车。当然这边你吃象也不太好，因为你吃象的话，我可以反吃嘛。对，那你刚刚那个车D4就 OK 了，因为你吃回来一个子了。好，所以看起来好像直接换是不是比较？他真的走象 F4，对不对？他走 F4，真的是退下来。好，我呆抓这个兵。那这边是选择走象这是我刚刚说的吗？各位有没有看到？直接，因为刚刚这个象是没有根嘛，所以我就象吃。我就不想，黑方就不想那么多了，说可是你这样子，把人家马也跳出来，出子会快，可是我这边又赚一个兵，对不对？那现在就要看你敢不敢再赚这个兵了。答案是什么？不敢。为什么？各位观众看得到为什么？我不敢说你居然弃，那我也可以弃呀，对不对？你逃象的话，我也逃象啊，但这边不可以走这个变化，为什么？各位看到没有？这个象在攻击谁？一定要吃，没有错，这个马一定要吃，因为在攻击 B2，B2吃完 B2这个车就掉了，所以这边只能马吃，然后车只能吃回来，强迫的这强迫的，对。好，所以经过这一轮交换之后，选择进兵。卓昌宏这边选择先把马抓走。毕竟这个 F2点
也是同时被2个子在攻击，可以用马吃，对不对？车吃的话，刚刚我有稍微提到一下，你用车吃的话有点危险。你这个用车吃的话，人家有个 H3，同时抓2个子，兵要抓马，王要抓车，所以这个地方他先把 F2的兵先守住。好，那这个马要跳，有没有反抓呢？没有反抓。反抓就是说啊，我要吃你的马，那我不要走这匹马，我去反抓人家的子，你没有办法反抓这些子，没有办法。你可以看得到，这个马是被兵守住的。你要是来这里，以为可以吃这匹马，人家不理你，人家就把你马吃掉了，你就掉子了。这个是不可以吃的，因为兵可以吃上来，所以这边只能把马跳开。好，所以选择把马跳回去。好，那把马跳到 F6。对，好，然后1万啊，这个城堡白车直接横移，打这个兵。对，要守这个兵的话，最简单的方法的话，可能就是王F7。可是你王 F7的话，白方也有很容易的计划，可以把这个车抬上去，抬到这个2个格子，或是甚至这个格子，然后把另外一个车再开到后面。我们这个叫叠车哦，把车叠起来，然后用2个车互相保护来吃前面的棋子。好，王 F7，王大家看一下了哈。对，王 F7，对，好，各位看这些箭头会不会觉得很烦呢？我这些是要用教学啊、我用教学，因为有时候用讲的可能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就会画箭头跟圈圈，这是给大家更容易了解这盘棋。好，现在周昌龙算是有一个先手的先手的一个机会了。对，有一个弱点116，我在想黑方这里有没有可能走马 D5 呢？马 D5这步棋，等一下，黑方的计划，把马对调，然后把这个叠兵变好。大家看到这是一个叠兵嘛？我想把这个兵变到 D5 来哦，变到 D5 来就不得了了，这就叫通路兵了哦。通路兵了，就是有机会会变厚的兵了，因为对方没有兵可以阻挡。好，但是现在是换白方，我们看看白方有什么计划。还有哦，这边白方有一个马 B5 哦，有没有？没有。马 B5 没有抓这个兵，这不是一个弱点。你这个一抓，我就16吗？可是这边要注意一些比较复杂的变化了。可不可以走这步棋？你们看一下，跳进去去抓这个车，我去抓这个车，你要动车嘛，反抓我嘛。然后你看这2子配合的好不好？哦，我就赚回来这个兵了，有没有可能会下这个变化？不过这里算是比较复杂一点，一点点复杂了。对。但最终卓昌宏是选择动车，好，动车角落的车 ，OK，可以。好，把2个车开到中心，但是这个车暂时呢闯不进去，因为这匹马控制了第7格，这个第7格是非常重要的，各位，这个车闯到第7线威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你有攻击这个，还有攻击这些兵。那这步棋的好处是，你可以阻止人家占一条线，因为你白方先开车第1，黑方就没有车第8可以中了，所以这个车稍微被动一点。好，但是这个棋白方还是黑方还是占你优势哦。多兵。好，这边 C6，好。加强这个点，加强这个点。等一下，我看马迟早要跳到D5的。那这个马也不需要一直在 F6，因为你在 F6的话，你只是
阻止人家走车 D7，可是你对进攻来讲你不能做什么，所以这边干脆就把马跳到 D5，永远就卡住对方的这个低线的车，让他上不去，然后还可以把马对掉，可以把马换掉。感觉好像有人在摇脚，对不对？棋盘有点在晃动。如果卓昌红选择走1，哎呦，他选择进兵，他选择直接进兵，哦，有点保守。这步想做什么？他这步想做什么？这步是想要防人家走车 B4吗？抓这个兵吗？我刚刚在想是，如果直接1-4这个位置啊，就是说白方的车直接冲1-4这个位置，会让这个局面啊，会不会对白方来讲会稍微好一点？假如没有这个马，G1是绝对可以考虑的。嗯，因为你这样是等于是要对车，然后顺便叠车来打这个1-6的兵。对。但是这种情况不行走1-4，为什么？因为你G1-4的话，马就吃了。对不对？但我直接跟你兑换了，可是这样的话你就掉半子啦，有没有掉半子？对，你看车对车，然后车对马，这个就是掉半子，少半子哦，5分对3分，大家都知道车是5分嘛，象跟马是3分，那就很不划算，不划算了。对，这个就接近已经是黑胜势的局面，而且黑方还多兵呢，不要忘记，还是多2个兵。好，所以现在继续进兵。好哦，看到应该是刚刚 A3 B5，对，然后 GC4 是吧？哎，不对，他走好像 B4 哦，B4 对，上去。但是你走这个 B4的话，没有太喜欢，因为这个 B4会把这个马变成没有根，你看马上就来利用了。对，你看到没有？马上抓马，现在变成是黑方的子越来越好了。然后这边等一下包括可以开 A 线，对，开这个 A 线，我冲这个兵，那你吃我的话，我就去吃回来，然后打你下个弱点。那你不吃我的话，我就吃开你，我吃开你吃开，然后这个兵要掉了，而且顺便还开一条线给黑方。这盘棋，黑方的优势越来越大。对，哇，现在感觉卓昌红还蛮危险的哦。有。局面的这些子，尤其是 C3 的马被抓，他要调整到一个好的位置，但是哪里有好的位置呢？马1-4吗？马1-4吗？好像不是很好的选择哈。马1-4就是有马 D5，还有马其实多兵，黑方还多2个兵，不止1个兵，其实也可以考虑简化了，就分数跟分数对调，反正我用多兵来赢你，到时候残局多兵就知道有多么重要了。多兵的话就是等于最后就多一个后，哦，就会多一个后出来。看看这个马要去哪里，不走这匹马，那就要用车去守了，变成这样了。这样子看这盘棋战术没有太多，策略比较多。我的计划是什么？我的计划是要对子呢，还是保留子在棋盘上？这边战术没有太多了。如果说卓昌红选择去保他的这个骑士的话，其实王佑胜不一定要去管，王佑胜可以从左边 A、B 这2线靠小兵去打开。是。这边假如你要保这个兵，你可能要走车 D3哦。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是这边走车 C 的话，又是一个很稳健的棋。那你看这个D线是谁的了？让开了。我是不是又可以花2步棋，对不对？然后走到 D3，再抓你的马，对不对？计划就很容易的，时间紧的话都很容易下了。好，白方还是多3分钟。
好，在后面王佑生的后面的画面里面看得到穿蓝颜色的衣服，就像我这样子一样，我们这些都是裁判哦，裁判都是穿蓝色的，这样子选手只要有任何的这个，比如说对方犯规啊，或是对方有摸指不走指啊这些情况，选手都可以马上停中，然后举手叫裁判，因为比赛一定要公平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这种大比赛一定要很多的裁判。来参加比赛的选手基本规则都会，所以他们主要叫裁判都是来写这个最后的成绩而已。谁赢、输还是和，比较不会说找裁判，因为对方有犯规之类的比较少，因为大家规则都很熟了。好，时间快要一样了。左长虹现在陷入长考思考模式，因为现在的这一步棋应该是蛮关键，有很多的选择，但是每一步选择其实都会去影响到后面的这两只车。好选择动马 ，OK。好，王佑生要决定了，要不要对这匹马？王佑生是有这个本钱的啊。好，在考虑的，我下得很快，好，对掉了，因为他多2个兵，他对掉了。对，因为对方要是再用车去吃的话，可能。可是你这边要是用车对掉的话，那白方是保留一个好的车。可是黑方有 A5 可以开这条线，那这个叠兵，各位看一下，这2个叠兵是好的了，变成，因为我现在控制这个点了。你的车上不到D6来攻击我这个兵。好，他们要，所以确实是走喽。对，确实是走刚刚教练所讲的这一步。好，车吃，然后再吃，然后再兵再吃。好，然后这时候王佑生选择 A5，对，进 A5 打开线。你占一条线，那我不要太落后，我也要占一条线。这个 A5 的意思就是要吃，然后开一条 A 线。那现在看到是1-5这个位置直接进兵。好，左长虹直接进兵1-5。那王佑生被控制了。王佑生则是选择还是继续在 A、B 这2线想办法去打开线路。一定是打开线的，这里是不可能封的。你这边一封起来的话，变成只有白方的车是好的，黑方的车是很被动的了。对，这是不可能封的，这一定是吃开。好，所以直接吃开之后。吃开只能吃回去。对，吃开之后动车，看他会不会来后卫是抓这个弱点。好，他开过来将，他直接过来将军。他还没有吃吗？对，他还没有吃，先不吃，先将军。OK， 王 G7，然后再吃，然后再吃，然后再抓。OK， 再进。刚刚这个是一个连珠妙手就是在一个变化里面，我突然咔插一个新的一步棋。然后我再做我刚刚要做的，就是先一个将，反正人家也守不住，所以将要逃开，再抓。好，那就关于这个兵了，要不要守？不守，他没有守，他反抓，他走 C 线。OK， 好，所以我当互换兵。那我吃，那可能局面打开之后少一支兵的这个，少一个兵的这个算是落差。2个兵吧。是不是2个兵？1、2、3、4、5，哇，2个兵那这样就是2个兵，而且是很这个完全是巨兵残局哦。这个兵我相信他不会给他吃吧？应该不会，他现在应该想办法把这个要冲起来变厚。好，他走这个。好，他这边算到什么？他这边算到说我让你先吃这个兵，可是等一下我一抓你，你没有办法留在这个1-6保护这个兵，你一定要走开。然后我再吃，再守，还是保持多2个兵，大概会是这个变化发生。对，所以他先走这里，他这个都是算大概至少3步以上。好，对王佑生这样的实力，他不会很难，这个他很容易就算出来的。那看起来这一盘对左长虹来讲，应该是输的很难了哈，很难的。对。还有什么妙手吗？好像没什么空间了。没有，因为第一个子力太少了，
而且弱点的话就大概是这3个，你要同时攻击这3个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你看我的王一过来我就守住1-7了，然后我车只要一吃这个兵，这个也守住，这个也守住了，所以你没有目标了，好，那就是把这个局面给他真继的吃了，续的打对不对？下去了。好，那我一定抓，因为你不抓的话，你这又掉一个兵，那就不一样了。你这也是一个通路兵了，所以这个一定会抓。那车只能让开喽。比如说走到B6吧。至少从后面来抓这个兵，抓这个黑兵，黑方的兵。看起来是唯一的一步，但是好像也没有办法挽回现在的局面。没有办法，吃不回来，一个兵都吃不回来。白白少2个兵再玩，然后这个是一个通路兵。好，这个也是一个通路兵。等一下，这个白兵被吃掉的话，也是个通路兵。好，卓昌红还是选择放手一搏了哈。那一样直接吃掉，好，那直接王这边就出来了，好，国王选择到 F2，好，对，但是虽然我们讲说这个局面是黑胜势，但是白方是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投降了哈，他还是会拼到最后，因为毕竟双方的时间都在7分钟之内了哈，对，7分钟左右，而且你要这个撒起哦，你要这个变厚哦，不然你只是多2个兵，你也没办法这个黑方的局面变得更好，优势变得更大的话，白方是不会这么轻易的就说我输了，局面是在输没有错。好 ，H5。可是他 H5 这个兵稍微弱了一些，我本来是想说他这个标 H5，他过来这样抓这个车，可是现在你就不行了，你看会掉这个兵，因为你这个下不来，所以这个车的位置还算可以，至少这个车看住这个兵，不让这个兵这么轻易的往前冲，因为你现在不能冲，你现在冲的话我就把你吃掉了，还有看住这个王，那你现在冲 H5 的话，这个车就看住这个兵，除非这个兵也要往前冲。好。这边卓昌红选择 H3， 好 ，H3 好，等一步。西洋棋的等招也很重要。什么是等招？就是我不要去太改变这个局面，我就冲兵一步，我慢慢等。比如说这个车我不动，这个车也不动，这个位置好，这个位置好是守这个兵，而且不让这个王靠过来去抓这个兵。这边应该是走了几步，先走了一个 C5 了啊，G 横移 C5，然后王再往斜向1-3走，然后他抓，对不对？他直接下来。好，那这是交换，你吃我，我吃你。黑方只要保持多2个兵，那绝对是胜势。黄勇士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比较轻松一点哦。好，走的应该也比较快一点。好，那还要守这个兵。好，这一定要守，这是他优势最大，就是在这个兵上面，因为这个兵在4步，再走4步就可以变厚，所以这个兵一定要保留。对。卓昌红现在不太好选择哦。这里黑方还有一个招数，1-6盖住，对，然后王再下来，这都是 improvement 啊，这都是黑方可以做的，用这个挡住的方式啊，因为你现在王下不来嘛，因为你要是王不下来，这些兵不冲，这个兵变不了厚，你黑方还是没有办法赢。
所以这个可能E6迟早要走的，E6，然后再往 F6，往 F 慢慢的往前推。哦，选择走了一个 G4， 好 ，OK。假如不理的话哦，我不理你，黑方不理的话，吃，这个就过来了，这个可能就会吃掉喽。我的意思，比如说你冲兵好了，对不对？我吃，好，我就来这里了。所以不能这个就要掉了。所以这时候王佑生选择退车，退车来抓这个将军。好，先将一下，OK，瞄准后面这个 H3，那就他回来守。对，左长虹回守。好。黑方这里其实不用太着急。首先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保留他所有的兵哦，保持他所有的兵，可以对调，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不要调兵，不要调任何兵，因为你调一个兵，可能你要赢的这个机会就真的很难了哦。因为西洋棋有很多理论，多兵的情况下，居兵残局多兵的情况下是不好赢的，或是甚至赢不了的。一个兵的优势，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种情况是很少的。我这边看他怎么做，选择进 H4 好棋啊 ，H4的话控制这个点啊。你看哦，我一将，我等一下一将，你怎么办？你要去哪里？你只能掉了，只能躲在里面了，对因为你出来的话，我就吃你这个兵，我可以吃你这个兵，那这个就变通路兵了，而且你看这个也很接近了。对，所以 H4 OK 啊，很好。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苍红的时间比较少一点了，甚至现在看起来白方就只能不断的去跟他换子哦。好，冲哦，我也冲 ，OK， 那这里是不是动车了哈？可是这边的话有一个将抽哦，嗯，这是个 mistake 哦，这是个错的棋哦，你看将。可能走 H2吧，我想，好像也只能这样，不然你这样的话，你又给我选择了，对，我要吃这个还吃这个了，吃这个 OK 可以守住这个，但我也可以吃这个了，哇，所以最后还是握手了啊，好，左长了虹，对，这个棋不行了，所以这个棋局到目前为止应该就已经没有翻盘的机会了，那完全没有了，甚至我们讲就是从前面就是。应该是说这个在左边，应该是 A、B、C 这一边啊，左半边的这个线路被打开之后，其实局势已经很难去挽回了。对，就很难挽回了。刚刚前面在中局的时候，白方虽然掉了1-2个兵，可能还有一点点补偿，可是后面这样子接下来下残局都是黑方占优势，因为主要的是白方的那匹马很被动，然后包括。白方虽然有开的线，但是都没有机会闯进去，而反而是你看黑方的这个车在后翼闯进来了，而且兵还是很重要哦，各位，兵的话你不要看一个是个小兵，你到时候1分的兵冲到底线是可以变9分的，所以这边后面一定是黑方多2个兵就是要变后，所以这边白方就认输了，大概就在算是中盘的位置了哈，对，中局的时候中局的时候就差不多，局势就没有办法扳回来了，就不好了。首先就是还是不要调兵，建议还是各位兵的话还是保持至少一样，能多当然更好。对，到这个时候虽然有叠兵，你看你这个虽然我的17跟16是叠兵，可是你都没有办法攻击，后面就是透过那些兵来赢的。对，好，所以这场比赛我们还是恭喜王佑生对不愧是我们国内青年国手实力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对，那左长虹其实在这场比赛也可以学习到一些经验当然对上这么强的选手，本身应该是可以成长了是，好，这场比赛恭喜王佑生。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好待会下一场比赛继续要观察继续要来看到是公开组的第2场。好，待会见。
好，经过在早上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个短暂休息时间啊，那现在要来进行的是第二场公开组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待会我们要看到是王佑生要继续要来出战。那王佑生因为在前面是已经赢了一场了刚刚是击败了这个卓昌宏，所以目前是中职第一，是有1分的一个积分。1分，对。那他要对上的对手是韩善瑜。好，那韩善瑜也是在第一场比赛就获胜的选手所以我想比赛就是这样，就获胜的跟获胜的打，赢的跟赢的，输的跟输的，输的跟输的打。那一直到最后，谁赢到最后积分能够连拿5次的话，拿5分，那不得了了。那个赢5分的话是 perfect score， 对对对，那个是超级难的，对对对，那就是就没有问题，就是冠军的了哈。好，这位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他，韩善瑜，不是，应该是看起来好像有这种印度血统的感觉哦。是。那我们画面上看到是王佑生刚刚击败了卓昌宏，是我们目前国内的青年国手那实力非常的好。那这一次他是执白子。好，所以这场比赛待会马上就要来进行。雕坑，对，应该是印度的，我想。那有可能也是这个交换生。那有可能有可能是交换来台的学生是那所以哇，我们这个慈惠杯其实偶尔也会有几位这种国际学生、国际的选手来参赛是的，记得前年的时候也是有每一年都会有。像第一届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加拿大的选手下了40年的西洋棋，那个时候他参加第一届，然后还拿了公开组冠军。对，他第一，我第二，我输他那一盘。对对对。印象深刻，到现在都还记得。是，我们2006还要代表奥林匹克团体赛去打，我打第一台，他打第二台。我们在前面的第一场比赛看到王佑生他的一个棋风算是蛮稳健的那整场比赛看起来好像没有哪一步棋是失误或者是有瑕疵的，基本上好像走的都没什么问题，看不出来，不会这么明显。对。小小的失误那个都还好，那不算什么，因为你下棋不可能要跟电脑去对比嘛，每一步都要下最凶的、最好的，那个是不太可能的。稳稳的下，不要犯错，这是最重要的。好，那这场比赛要对上是韩善瑜，那当然韩善瑜我们在第一场比赛没有看到他的这个风格啦，所以这场比赛可以观察一下。马上就看到了。对。那当然，这就是比赛，就是你会面对到不同类型的选手那不同的棋风、不同的走法要想办法去不同的应变，对，一步一步去破解。是。那第一局的棋局其实走到蛮后面的走到最后的残局剩下可能就是王兵跟这个车一只车是走到最后的残局。了。好，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王佑生选择走一个马前兵 B3，这个是王佑生的 trademark。平常喜欢下 B3 这步棋，把黑个象先把它走到 B2，控制最长的斜线。这个也稍微偏了一点点偏谱一点点，他没有占这个中心，没有冲那个1-4或是D4，没有从1-4或是D4。对，正常来讲。比较大部分的话都是控制中心，那它是从侧翼。韩善瑜选择是直接走了一个马出马，对，马 F6 王毅的马。王毅马出之后，王佑生也这边是走了一个 C2 的象，对，从 C1 走到 B2，所以这个叫堡垒象堡垒，对，把它放在最长的斜线。好，对方冲兵了，抢中心，对。因为1-5兵是冲不起来的这个象在 B2 要注意，这是冲不起来的。1-5兵冲的话就被吃掉，所以他走了 D5 控制中心。好，那刚刚那盘棋也是一样，王佑生你们记得是走 G6，然后走 D6 把象拉出来吗？两个象不是就出来了吗？对。好，那我们看看跟这盘棋有什么类似、什么相近的。你看，黑个象是不是出来了？所以你看 D3 换白个象了。对。所以一样是先走象两只象的这样子的一个走法，把两个象先拉出来，先打开。对，因为马的话，基本上白方的话或许是马 F3，或是有的情况E2，
那就看这匹马要怎么出了。因为你现在要是走马 C3 的话，你会挡住你的白格、你的黑格象，而且这个兵也会挡住，所以他这边是先出象，对，他把2个象先打开先。那韩善宇这边是选择走了一个 C5，好，控制中心，对啊，控制这个这样子你们看到的，这那4个格子都控制。好，王永胜这边很果断王永，好，非常果断，啊，直接冲向了，拉出去。对对，好，对方要选择了，对方在思考，要走象 D7 还是马 D7 或是马 C6，这个就要看他要保留哪一个子了。但也可以说简化啊，那我就把象给你对掉，这也是可以的啊。不然的话说啊没关系，那我就出马给你串没有关系。哦，直接出马，出马好，他只是出马 C6，OK， 直接走马 C6，OK。但这样子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叠兵的状况。叠兵，对，象打马是叠兵。哦，他不打，不打。其实他也可以不要打，他随时也可以打。为什么呢？今天假如你走E6，我还是可以打，只不过要是走象 D7 的话，就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因为你走象 D7 的话，你象打马的话，我就不是用兵吃了，我就是用象去吃了。好，F4，这个E5点，他控制E5点。这个计划可能就是马 F3、马E5了。这个很明显是要加强这个E5点。各位看一下，象还有兵还有将来的这匹马，对，可能会跳到E5点。那这个又是串住，那这个 BB5 这步棋，象 B5 这步棋，它完全就是要克这个马，因为这个马是防守E5点的，所以随时会被打掉，会被抓掉的。对。好，所以看韩善宇这边怎么去应对哈。王佑生开局这边攻势非常的猛烈，有，F4 也冲起来了，你看，对。那我想有一部分是韩善宇今天选择的这个开局哈，刚刚应该是先走马的，他的开局是选择先走一个 F6 的马这边先出，这是可以的，这是非常好的一步棋，就马先出。白方一般不会去象跟马去交换，比如说一开始象去打这个马，一般是不会的，因为象的话，这个棋子有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比马会好一些的，因为象的话是走长距离的，但也不是一定啦，也不是一定，因为黑格象只能走黑格，你至少马可以跳白格跟黑格这样子，所以也不是一定，但一般来讲，一开始象跟马是不会这么快去交换的。好，他走E6，OK， 那应该就是马 F3咯。哦，但现在很尴尬的一个点就是 D5 这只象啊，其实给韩善宇压力蛮大的，这个就被卡到里面了，他没有拉出来。好，马 F3， 马 F3 出去。那好，对方 A6， 那这个就不用考虑了，这个一定是打马了，不然他的策略计划就不对了。好，打，那选择做一个交换，吃回去，对，然后出现了 C 线的叠兵，对 ，C 线叠兵。当然，这个叠兵不能说一定不好，因为将来是有可能可以解决的因为黑方还有弹性。好，直接马先守主动权。我攻你守，我跳马E5，抓你的 C7。好，那你要守这个 C7 了，看他要用怎么守。他有很多办法可以守D7，这个 C6，有象可以守，有后可以守，对不对？你看有这么多可以走。甚至后直接前冲，还可以去逼迫你的马必须移动。对，你可以去攻击那个马，但是这个马其实是很稳的，为什么？因为有 F4 的兵支持它。对，F4 的兵，这个开局就是这样子。这个开局虽然是从 B3 开始，B3 像 B2 是那个叫 Larsen-Nemzovich 开局，可是它这个也在模仿那个 bird opening 鸟开局中文我们讲鸟开局。因为有 F4 这一步棋，好，E4这个点是韩善宇直接选择冲马这一步棋。好，那这里的话，各位为什么要走马E4？这个兵不守呢？那这里就可能会有一些战术了。好，这边就会有战术的问题了。假如马吃兵，黑会怎么走？直接。这边我吃的话会怎么走？
我抓后，我赚一个兵还抓后，斜线开了，各位看一下后的斜线开了，后 H， 所以刚刚讲的 F4的稍微危险的地方就是这个斜线啊，这个 H4 的斜线打开了。哇！你这里要是马吃的话哦，我直接后 H4将好怎么办？对，这个王怎么办？这危险了，这也不能入保了啊！不止不能入保，你走王 F2王 F1的话 ，F2直接杀棋，直接将死，直接将死了。对，所以这边可能要走 G3。好，所以没有选择吃了哈，马最终是没有选择，不能吃，那个兵是有毒的啊，poison pawn 我们讲那是 poison pawn， 对，短一位是对的，直接短一位，短一位现在就可以吃了，因为你现在就没有这个招数了，对，但是这个情况黑方就也不会让你吃了，对，看韩善瑜该怎么去打啊，C6这个兵。其实这匹马这样跳的话，等一下也是会被赶走的。只是先跳威胁，所以这个马1-4其实也还好，也没有到太可怕。因为这个等一下正常白方会走D3，把马赶走，马迟早要跳回去的。那这个兵现在要守一下。这步韩善瑜看起来是先出招了哈，但是后续1-4这一只马看起来是比较被动哦。对，会被抓走的。然后你们也可以看哦，很有趣哦。那我 F6呢？哎呦，真的出啊，真的进兵哦！真的进兵。好完美预，F6。测。可是他这里他有想清楚吗？这里我就要疑问哦，黑方这一步棋有想清楚，可以走这一步吗？这里如果说白马直接去吃掉 C6的话，会有吃 C6的话，一定是一步棋，对方可能在考虑我让你吃，然后把你马抓死。这个马有没有死啊？你们看一下，白马去哪里？王佑生瞪了对方一下，看了对方一下，为什么？因为有战术这里。观众有看到吗？刚刚我是讲黑方有后 H4那一招，那现在请问黑方走了 F6，白方有哪一招？已经没有后 H5了。对了，就这步棋，所以选择反过来了，发生了。对，好，这个棋有问题了。那怎么守呢？韩善瑜，黑方有问题了。黑方这里只有2步 possible move，G6 还有王1-7了。因为你现在是打将嘛，对不对？将，那这个2个格子是被后还有马守住，所以只有这个1-7格，各位这个格子，不然就是用这个挡，用这2个格子去挡。如果动的话，就后续哇，那这样子就他走王要走吗？真的要走啊？哦，那这盘棋，这现在等于说黑方韩善瑜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王没有入保，结束了，而且是在中间将抽后，哇，结束了，怎么办？现在马吃 C6，将抽后，所以刚刚 F6那步棋千万不能走。因为 F6 你整个把你斜线打开了，你打开的话，你再赶快的防守都勉强可以接受。可是你打开了，然后你没有看到，被人家先攻进去，这边就掉后了。看起来是韩善瑜重大的失误哈。这个是很大的 blunder， 对，英文我们讲 blunder。好，只能动王，他没有投降，好，那就简单的把这个。那就交换了啊，吃掉也只能交换，对，只能吃，对，吃，好，那这边优势就。但是现在韩善瑜还在思考，他这一步王，他可能在想下面后面该怎么走。可是这个棋你掉后，请问要怎么对？怎么有机会攻击呢？对不对？你说你至少赚1-2个子吧，对不对？赚一个对方的一个马或一个象来 return， 对不对？来，可是你现在一个都没有，你现在是你看我们对比一下，G
车对车，象对象，马对马。你现在整个是一个后对象哎，你象怎么对后呢？差太多了，没有办法啊。但现在刚刚退马，刚刚应该是退马，韩赛宇退马，然后王佑生则是进兵，然后上马。好，那还有一个第二的马，好，正常出子。对，那这边的话，白方的话，知道局面已经是胜势了，也不需要太急啊，就该走的棋还是要走，比如说把子要出来啊，把它走出来啊，控制中心啊，然后是。主要也是要打开局面的哦。你要打开局面，因为你们可以发觉这个棋目前白方有8个兵都还在。你8个兵都还在的话，表示你没有通的，你没有直线哦，你没有通线，尤其是给你这2个车，所以这个局面等一下还是要打开。哦，打开主要是兵跟兵互相对调吃掉。那黑方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了。真的。现在王佑生只要稳扎稳打，这一盘领先一个后的一个情况下，对，其实很稳了啊。对，这样子真的要算分数的话，后换象6分，然后又多一个兵嘛，对不对？黑方是不是掉一个这个 B 兵？各位有没有看到？黑方不是少一个兵吗？那就是6分再加1分，7分。你要按照分数来算的话，白方是多7分。好，韩赛宇选择走象到1-7，好，出象。然后很衰的不是你光掉7分，你的王是不是也动过了？你也不能短一位，也不能长一位，对，你没有入保的机会了。这盘棋王就只能卡在中间了。不然就要用人工一位的方式。人工一位的话，就是还是入保短一位、长一位，但是是一步一步的来，它不是一个 special move， 一个特殊规则，直接就是王跟这个车去互换，这已经不行了，因为你王动过了，这个是规则里面。等于说是没有效率了哈，可能你现在选择去做一步一步的入保，你不如就是想办法，在局面已经打开的情况下，看是不是有什么妙手啊。好，进兵，他两边应该都进兵哦。白方冲1是要打开局面，黑方一定是封住，没有错。那这个点就露出来了。那看白方要不要开始对子啦？就见一个子对一个子，简化吧。冲了D4以后，这个兵你看一下，这个兵也要掉了。这里有小战术，但这个战术绝对白方不用怕。对，你现在比如说要闪，你要闪马，为什么要闪马？因为我要抓你的后，然后我还要带吃。好，那我们就看看会不会下这一步咯。好，后吃，看看黑方会不会去下一个这一步棋。但这个棋根本不用怕，对，为什么？就是跟你交换 OK。对，我有将，你看，对不对？很多棋可以做，这不用怕。对，甚至我的马也可以去抓你的1-4这个位置哈。对，任何对子都对白方非常有利。对，简化嘛，白方不需要把这个局面变成复杂一点，因为需要赢，需要冒险，不需要，稳稳的下就可以了。刚刚是走过来，对不对？好。韩赛宇现在可能真的需要一个妙手了啊！但是这个妙手要怎么出来呢？好，他闪这个 ，OK。好，不吃。好，那这边是后来到了 B6。D6，好，带将，对，将一下。好，来到 B6之后，往王这边跑。看是电马还是走王，只有这2步了。韩赛宇选择走王，走到1-8。好 ，OK， 8。那现在王佑生可以选择。各位有没有看到战术又出现了？将抽车，将。你看这个不短一位的这个坏处吧，不短一位被人家一将，然后好了，
他们好像握手了，已经握手了。我们看一下刚刚这一步是怎么走、怎么结束的哈。好，首先是后对横移之后，那我们看到锯抽掉，对，把锯抽掉，对，就少更多了，少了超过10分了，这样子。好，所以这边就直接等于说是握手结束的比赛了哈。那后续其实我们想要看看，就是在更前面啊，也就是说在抽后的啊，再把后打掉的那一手，韩善宇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边这个局面，对，在这个局面里面，你真的冲了 F6的话，那你只能走 G6了。你只能去挡啊，被动的去挡，然后挡的话，白方就又有妙手了。你看这步棋。我弃马的话威胁一个闪将，我的马一闪就有带将。那你吃的话，那我抽你车。对，这也是一个盛世的局面了。哇，这也是赢了，所以没有办法了，没办法啊，就再回来一步。怎么说呢？不要下这一步就好，观众各位，不要走 F6。你 F6的话，就是被人家利用这个斜线。对，就像刚刚你们还记得为什么？黑方走马1-4的一样的道理，你这里要是不去理这一步棋的话，你看我现在是反过来讲哦，刚刚是白方来攻击黑方，对，现在是黑方来攻击白方。你现在要是王佑生要是不小心去吃这个哦，那现在变反过来了，现在变黑方攻得非常的凶了，将，然后你不能动王哦，因为你动王会有这个杀棋，对，那你就只能可能要走这里了啊，你看，然后。这边的话可以来一个将，然后你看把这个王放到哪里去，这就对掉不好玩哦。对，这个对白方不好玩哦。因为你看白方的王跑到哪里去了。对，好，所以其实刚刚我们看到王佑生就他应该是有特别去注意到说对方的后的位置，还有后的这个先手的一个契机了哈，所以。它这个算是比较预防性的这个走法哈，那也确实完成了有一定的一个效果。对，那韩善宇没有去注意到这个点，就比较可惜。F7，对 F7这步棋随时要注意，你这个 F7、F6一走，马上后 H5，然后包括一个马在E5，这盘棋就没有办法了，真的没办法了。先给对手先手后的一个机会啊。是，好，所以这一局我想韩善宇是先。想到这个战术，想到这个策略去对付他来对付对方，对，就没想到是被对方利用了，利用对方。对，好，这盘棋其实蛮有意思的，那攻势非常的凶猛，而且速度还蛮快的啊，一下子就分出胜负，一下就结束了。那我们恭喜王佑生是连拿了2分，那韩善宇这场比赛输掉了啊，所以我们就在下一场比赛可能就是落到败部。落到在其他的这个应该是1分啊，同样是1分的这个积分的对手。对，王佑生现在赢2盘嘛，所以他是2分嘛，那他会保持在第一桌，那应该会拿黑棋。那看一下，等一下配对应该也是会有2分的人，也会赢2盘，所以就要第3轮的话，就是可能是2分对2分的要对打这样子。对，好，所以这场比赛结束，那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待会要来进行第3场的比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现场这边是邀请到刚刚连赢2局、刚刚连赢2盘的王佑生。王佑生你好，嗨，好，刚刚连赢2盘啊。第一场比赛是击败了这个卓昌宏，那第2场比赛击败了这个韩善宇。韩善宇好像是这个有国外的血统了哈。那这2场比赛你自己感觉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其实就感觉就是今天感觉是顺的吗？就是其实蛮顺的，对。我看到其实前面第一场，你的优势其实打出来之后，你还是比较谨慎一点。那这是你平常的习惯吗？算是吧。那就是虽然就是优势了，但就是还是稍微就是没有那么就是不要那么的，就是稳稳的就稳稳的。那你觉得第一场比赛你的对手卓昌宏他的这个今天给你的感觉怎么样？其实前面应该是算对我是有压力的，就是要稍微说仔细的去算一下，才发现说就是不能下太快，要是下太快可能就可能突然就爆了。对，我记得你中线好像有一手耗了蛮多时间的，可能有思考到3分钟以上。对。所以就是在那时候就是还在思考，就是说不要走错。对。那第2场比赛你对上是韩善宇了，韩善宇其实看到应该是在前面的一个算是蛮关键的失误啦，就是说应该是后的侧边打开的斜线。对。刚开始好像是他主动要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布局。对，有看到。那你自己是有看到？然后就是对。你自己看到那当下，你会觉得说，是你的机会吗？算是吧，就是怎么突然走这个好像是不是那种大凑棋，然后就是你花了一些时间去确认是错棋，还是说你没有发现的？就发现说，这一步好像怪怪的，就是我是不是要赢了？他可能也是在赌，就是说是不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后的斜线？这个应该我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是走出来就觉得好像抓到对手的好像有一个破绽，对，有一个机会。那你也确实去掌握了这个破绽啊。对啊。好，那还是恭喜你了。那你觉得这位选手怎么样？韩善宇这位选手，他觉得就是他应该是有实力的，就是有实力的。然后就是这部凑棋，就是可能一时的失误吧，然后就好像就让我发现了这个机会，然后就直接就带走。所以一次失误其实可能就整场比赛就没了，就结束了。自己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就没有办法就对方因为一个失误，你就没有办法去测试，可能说可以更多的切磋，会不会觉得蛮可惜的？其实还好，就是能赢最重要啊，最重要。那你今年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进那个吧，世青赛。对，就是那个10月的巴西世青赛。对。那这场比赛其实今年的这个指挥杯，如果说拿到冠军的话，明年是直接进到复赛，也就是说会直接有国手的一个资格了。对，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有这样的期待吗？算就是有对自己的一个期许吧。对。那未来你有什么想要到达的积分，或者说想要到达的头衔吗？就是拿一个，不管是可能就是拿个称号吧，就是可能拿个 CN 以上，或者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对，我们希望你可以完成啊。希望你可以继续前进。OK。而且你实力非常好，我们大家其实都还蛮看好你的。那下午的比赛还有3场。继续加油。OK。好。好，那我们这边也感谢王佑生也谢谢佑生今天2场比赛其实蛮辛苦，一天如果说打5场比赛的话，会不会蛮累的如果说一天下5局，其实5场我觉得他说还好，以前就是以前可能国小他可能就是比7场，那可能就是就更会比较烧脑一点。对。那像这个比赛，如果说只给你们思考25分钟的时间，对你们来说，对你来讲是压力，还是反而会比较轻松？其实25算是就是其实差不多，就是刚好，其实蛮刚好那个 range。
OK 的。那这样子的话，在国际赛场上，如果像那种一般正规的4个小时的比赛，会不会就变得很不能适应？其实不会，就是可能之前也有比过类似的，就觉得说，他那个 range 应该是可接受，不会说做到太久，就是也是刚好可以那个承受范围。好，我们的佑生其实非常的活泼，那也希望你在下午的比赛继续有好表现。我们待会下午预计是在12点半会来进行这个下午场的赛事有3场。好，那再请观众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好，这里感谢佑生，那同时也是感谢观众朋友们进入到中午的休息时间，待会再回来。